又到了一年一度非常特殊的一个月份，农历7月份。想必这时候大家都会觉得不要去户外吧，尤其是玩水，特别不要去玩水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玩水被针对，但似乎这个月份户外活动都不应该出去，因为这时候全世界所有的都会聚集在台湾，蜂拥而出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啦，这一集呢，就是像标题这样说的，来分享一下一些户外的经验。就是常常会有人问说，你们去户外的啊，去那么多地方啊，会不会遇到一些有的没有的啦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说实在的，因为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。那我就用分享的角度啦，分享几个我出去遇到的一些状况，因为我也不确定它是不是那些东西发生，我就分享一下这个故事，好不好？应景啦。那现在我就用第一人称来讲述这个故事。我没有在学老王说因为这个故事真的是第一人称啊。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大概是去年的国历大概7月吧，还不是农历的7月。现在是要点恐怖的音乐。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一个去年炎热的夏天，然后我们一行人要去一个地方玩水，于是呢，我们就提前选择一天，然后先去露营。那个露营区就在大埔鲁滨公园，一个非常棒的露营区。大家到了露营区之后，就把帐篷什么的都搭了起来，然后顺势煮了晚餐，吃吃喝喝。结果我就提议说，这里有一个看夜景非常漂亮的地方，大家要不要去？在山上的一个凉亭。于是我们一行人就开着2台车往那个地方出发。那你前往那个地方的话，你要开了一段山路，大概我猜20分钟要，因为它非常的难开，路非常的小，然后又很蜿蜒，然后我们就开上去。第一台车是一台福特的 Focus。先暂停一下，开 Focus 的人是不是都觉得他们开车技术很好？因为目前我遇到的都是这样。好，继续。然后后面就是我一台轿车，开着开着往山上开的路上，到了一个弯，算是有点挑战性啦。可是前面那台 Focus 就很顺利的开上去，我眼前看觉得那个路也蛮好开的，我就也开上去了。突然我开到那个转角处的时候，被叶子卡住了。这时候我就很纳闷，奇怪，刚才那个路不是很干净吗？怎么会有叶子卡住我的车呢？此时我的心里都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啦，我就叫我的身旁的友伴说，这地方我卡住了，有点打滑嘛，你去帮我看一下，让我好上去这样。我的朋友就脸色有点凝重了，勉强的答应我说好了，我下去看这样。然后他就下去帮我看，于是我就顺利的度过了这个弯道嘛，就开上去了。然后他就得上车了嘛，我们就继续往前开，开了大概1分钟吧，他就突然跟我说，我好冷哦，真的很冷，你可不可以把冷气关小一点？我就说，拜托，现在夏天这么热，你要把冷气关掉，我都已经在流汗了。他就说我真的很冷，于是我就说好吧，那我就把冷气调小一点啊。我们就顺的开，慢慢开，最后到了凉亭，我们停了车。终点它是一个凉亭2层的建筑物啦，我也不讲哪里，不然以后你们不敢去。下车之后经过凉亭，然后看到墙壁上有挂了一幅画像，我不太记得是观音还是佛祖。然后我那个朋友看到那个观音佛祖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觉得说很冷了，就恢复自然的样子。于是我们就去看了那个夜景嘛，那夜景很漂亮，我看是不是能找到照片，我把它放在这边给你看。然后看完夜景之后，我们一行人就开回去我们的露营区了。回到露营区，大家就开始喝酒聊天啊。这时我的朋友就说：“你们想要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我们就说：“好啊，你说来听听啊。”
因为我们其实平常就知道，我们这朋友他有一些特殊体质啊，他也很有道德的，不会吓我们。等到离开那个事发地点才跟我们讲，然后他就说，刚才啊，在那个卡住的转角，他下去帮我看车的时候，有一大群，他的形容是这样，有一大群，哇靠，我现在都起鸡皮疙瘩了。他说有一大群在那边围着我们那台车，这时候我就回想说，难怪那台 Focus 前进的时候，我很确定前面没有任何的树叶，为什么我们开过去的时候就会卡树叶？正当他在讲后续的事情的时候，突然间他就不说话，就找了一个别的话题，然后把整个话题带走。这时候我就知道了，因为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可能就是有些来听故事。于是我们就这样话题转到其他地方，然后就去睡觉了。隔天早上醒来，我们准备开去玩水的地方，然后也玩得很开心。就在玩水回家的路上啊，然后他就说：“你想知道昨天发生什么事吗？”我就说：“我大概有猜到了。”他就说：“我在讲那个故事的时候，他们全部都来听，所以我就不敢讲了。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，听。”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大概是去年的国历大概7月吧，农历7月是否可以玩水？你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，是的话你就加1，不可以玩水的话你就加2。为什么会想要讨论这些呢？因为我们常常听大家或者一些长辈来说，在这个月份呢，你不要去玩水，或者说你不要去户外。但是呢，玩水这个活动好像特别的被禁止，因为就会说什么抓交替啊什么之类的。可是对其他活动好像就没有这么的严格，虽然还是有人说，但是比较起来就是没有那么严格。为什么大家会这么针对玩水这件事呢？我先给你我这里的答案啊，你再去投票。我这边答案是，户外玩水本来就是有一些风险性嘛，但如果你能掌控这些风险的话，它可以是非常棒的一个活动嘛。然后你说在这个月份很多会来抓什么之类的，就我的研究跟我的统计啊，在其他月份发生玩水的意外是比在这个特别的月份发生的意外还多。所以说玩水会出意外是因为这个特别月份的关系吗？我这边觉得不是那你这时候会问我说，你不相信有这些事情吗？第一个，我没有不相信，因为这里又有一个故事。我先讲这个故事好了，抓什么替的故事。接下来我要第一人称来讲这个故事哈，先来一个音乐哈。那是一个小时候非常炎热的夏日，跟着隔壁的邻居到附近的水圳去玩水。然后那天就像往常一样，我们到了那个水圳去玩水。那个水圳的水不会很深，大概顶多1公尺啦。只不过那时候我们都是小学生嘛，身高可能140公分，顶多160公分，所以1公尺对我们来讲不算浅，就是刚刚好可以玩水这样。就那时候大家都很开心的在玩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是套着一个游泳圈在那边游泳，然后玩一玩，突然间我的脚感觉到有一股拉力，不知道是水流的拉力或者是什么拉力，它就把我往下拽，然后就有点被拉扯，最后我还是被拽下去了，然后就在那边载浮载沉啊，下去又上来，下去又上来。然后我一只手又抓了游泳圈，当下其他的小朋友在旁边看了也吓到了，当下也不知道怎么去反应，我就在那边载浮载沉不知道多久，然后一直吃水，一直吃水，等到旁边突然有一个大人经过了，他就看到了，跳下去把我拉起来，然后我就被拉上岸了。我上岸之后，当下就非常惊恐，其实我也没有想太多，然后就是觉得 OK， 那反正就回家了。回到家之后，我就发觉，奇怪，我的脚踝那边怎么好像有点淤青之类的，大人就说，反正就带我去收金拜拜之类的啦。这个情况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说，你觉得我不相信有这些东西吗？我没有不相信，但是那时候发生的日子也不是在农历7月，所以你要把玩水意外跟这个月份牵扯的话，我会觉得不管在什么月份，
你想要去玩水，你就是要具备的那些基本的知识，对环境、对天气能有一个很好的控制，或对玩水有一定的专业程度，才可以避免任何不安全的事情发生嘛。玩得开心，玩得安全，最后能够平安到家，这才是我们户外人出去玩最终的目标嘛。那以上就是其中一个户外发生的有趣故事啊。那我们这集农历7月的特别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了。We are Outdoor Boys. See you next time. 我们应该都是去玩水的季节。等一下，这个有点太难了，因为要一边弹啊一边讲故事有点难。没关系，我尽量试试。